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无限月运，无论在什么月份，无论在什么时间，都可以参考看看哦。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盐和兔子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芝麻和米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胡椒和瀑布的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者是选择一种调味料。如果有2种以上选项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选项，选择盐和兔子卡牌的朋友，你的月运将会如何呢？
OK，我们这一次洗牌洗得比较久，那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们现在先从工作跟学业的部分开始看。选择第一个选项的朋友，我会觉得你在工作或学业上可能遇到了一个瓶颈，那你就可能正在思考该怎么样子去突破自己，或是能够再往上一层，那或者是突破现在的困境哦。那我会觉得，如果选择第一个选项的朋友，如果你现在真的是面临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希望你能够用多一点的热忱，跟可能你想想你当初对于这份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情是什么？请你回想一下。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学生，那学业的部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突破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多跟朋友去外面走走，或者是去聚个会，那我觉得都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能够可能会让你有一些灵感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压力释放了之后，就状况就变好了，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的是我们再来看财运好了。选到第一个选项的朋友，我觉得你可能在用钱上面可能会有一点不理性，或者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经过太多的计算或者是计划，然后用钱，那而且应该有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冲动的去买东西，或者是本来没有要买，可是呢就觉得突然之间就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我如果不买之后就买不到了，那反而造成了金钱上的流失。那我会认为可能比较起例如说多增加收入，不如你可能要想一想怎么样子开源节流的节流，就是尽量不要花那么多的钱，或者是花费都是必须要经过计划跟深思熟虑的，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感情吧。感情牌很多，但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看起来都还不错哎。好，锵锵，我们出现了恶魔牌。我算感情超喜欢算到恶魔牌的，比起恋人牌，我觉得更喜欢。好，那恶魔牌呢？自然就是我觉得目前我觉得在感情生活上面是彼此都很有吸引力，然后就算是可能有一些争吵，或者是有时候你就觉得我们不适合，可是你就是离不开他的一个现状哦，或者是你很想离开，可是你却也还是离不开他，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被锁链锁住的感觉，这样子哦。好，那这3张那个雷诺曼牌，
它是有关于各个感情状态的建议。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单身的朋友是这一张。好，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想要遇到，在下个月，或者是你卜算的这个月份，就在你看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想要找寻下一段恋情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多做一些有关于你兴趣的事情，或是一些学习，都会增加认识的机会。那再来呢，也希望你可以多打扮自己，先多把自己的外表改造一下，或者是调整一下，都会不错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在单恋的朋友，就这张 Lady。如果是单恋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先回归自己，你先想一下，你自己的长处、短处，然后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时候会分心，就是因为可能很在意对方的事情啊，或者是就是一天到晚头脑里面只能够装得下对方的话，那我觉得你先把这些东西都给排除掉，然后先好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会给你带来幸运哦，好吗？那接下来这是已经在交往，或者是已经进入婚姻状态，就是已经结婚的两个人。那我会觉得，如果你们最近有一点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好，或者是，你看他们两个有点就这样拉来拉去嘛。那或者是说，你会觉得有时候在这样子的一段关系中很郁闷的话，那我建议就是你必须可能要找一些自己可以让自己稍微开心一点的事情，例如说，找一个喜欢的餐厅吃个饭啊，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那又或者是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些小奖励吧，好吗？好，那但是不要花钱花太多哦，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你的财运就是花钱要小心 ，OK？ 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两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的情侣，那当然就是很好啦，因为恶魔牌就代表两个人非常的 love。什么是 love 呢？就是非常感情非常的好，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例如说可以去体验一些例如说可能一起去烘焙啊，或者是我怎么想到烘焙，或者是一起去看个电影啊，然后或者是抽个时间两个人互相陪伴一起看个剧都好，好吗？OK， 好，这是感情的部分，我觉得还不错诶，对，但是就是有点遇到瓶颈这样子，工作或者是学业上这样子。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人际关系跟家庭。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在人际关系跟家庭上面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哦。那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第一你可以认识到不错的朋友，或者是我觉得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实现一些事，例如说一起去看个演唱会啊，或是两个人就一直都很想要去，例如说海边玩啊，要小心哦。对，就是虽然夏天去海边很开心，但还是要小心安全哦。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哦，那我觉得是会处在一个蛮
心灵富足，或者是家庭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哦，很棒哦，要好好的珍惜。OK，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你要做哪些事情才能够给你带来幸运，好吗？好，好。这一张是 Star， 那星星牌呢，它代表的就是我觉得可以给你带来幸运的是第一个就是可以多看你网络上喜欢的一些网红啦，或者是可以去看你喜欢的偶像或明星都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请你自己计划追逐自己的梦想。你有没有什么梦想是一直想要实现，可是却没有去做的呢？或者是一直以来你都很羡慕别人，那自己迟迟无法动手的事情。好，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月份都可以去试试看，好吗？接下来要看的是，那我们不要做什么，一定要避免的行为。好，就这个。我为什么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当中央空调？OK， 圣杯国王，圣杯国王就是说，圣杯国王就是说，不要什么事情都包容，那或者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有很多梦想，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好啦，就是只会嘴上说说，但是实际上行动力不足哦，这都是不好的，请你避免，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梦想或是理想，或是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都要去实现哦，好不好 ？OK， 那再来，因为为了要呼应那个中央空调的一个灵感哦，我觉得如果你有想要追的人，或是你有喜欢的人，这个月很适合去跟他告白，或者是约他出去，就是约他出去玩，或者是出去吃饭哦，好不好？就是接近你喜欢人的一个好时机、好月份。那你不要当中央空调，是因为圣杯国王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包容，就是一个很宽阔的一个心胸的人。那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很有可能反而做的事情只是广，那并没有非常的深觉，那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可惜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对大家都很好，我们讲到感情面嘛，那如果你对每个人都很好的话，那也许原本喜欢你的人就可能会跑掉，那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可惜哦，好不好？就是你看，就这边有个人阵亡了，有没有？很好笑啊，他整个陷在那个冰里面，很好笑。好，那所以请大家有梦想一定要去实现，然后有想要去做的事情就勇敢的去追逐，那去实现。再来就是有喜欢的人，那这个月就大胆的接近哦，好吗？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有什么好事发生。为什么是这个？好来，这是宝剑10诶，但他如果说是好事的话，那我想他应该就代表是说，可能你会因为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痛苦，
或者是一些你就是万分不愿意、非常讨厌的事情、人事物哦，反而会给你带来幸运，会给你带来一个好的影响。例如说可能，可能就重感冒，然后原本应该要大考，可是因为就这样子稍微延后，你就多几天可以读书，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就例如说可能坐的电车啊，坐的捷运有点迟到了，那可是刚好就避开了一些灾祸之类哦。那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其实你也不要太去钻牛角尖，然后不要太沮丧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老天爷的安排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换个角度想，或者是换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距离拉远一点看，也许你会发现有时候不幸运或者是一些状况，反而会给你带来好运，或者是让你避开一些灾祸，好不好 ？OK。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那你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不好的，或者是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障碍。那这张是宝剑八，那宝剑八呢，它是一个人，其实他原本在韦特的塔罗牌里面哦，他是一个人，他蒙住自己的眼睛，绑住自己的双手，后面还有一整排的篱笆，这样子就是用剑就是做成的篱笆。那这张牌的代表意思是说，我觉得你在这个月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是，你会把自己的就是自己不愿意去看一些事情，或者是不愿意去面对一些事，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明明知道是一个什么状况，可是你就是不想要去面对。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希望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你该面对的一些事情。虽然我觉得这也许对很多人来说很困难，但是我一直都再三的强调，就是我觉得我们人一定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无论是感情，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活，一切我觉得都要不要骗自己，然后好好的去面对，就算是有点可怕的一个真相也好，好不好？那六华跟你同在好不好？六华跟你同在，那加油好不好？给你一点勇气，那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很棒，好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间是我们的 key card， 就是关键牌哦。那这一张是 Empire， 那皇帝的牌哦，它其实倒着哦，它就会是一个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或某一些状况上，你会觉得你有失败的情形，或是没有做好的情形。那我会认为在这个月，即便是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请你不要太把自己陷入沮丧，或者是把自己给的才能或什么给埋没了，就觉得那算了，我就废吧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呢，我会觉得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月你可能会处在一个虽然人际关系很好，但是你会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比较不外放，或就是比较感觉对自己比较没有那么有力，没有那么有行动力，然后也没有那么有野心，比较想要窝在家里不想动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会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情况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休息，那我觉得你好好的休息，因为你的人际关系目前看来都好像还不错，还可以。那就算是人际关系上面，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如说婚姻关系或感情关系上面就算有负担的，那我觉得你就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绪。那再来就是，如果工作上或者是学业上，或者是金钱上有一些不顺利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先缓一缓，好不好？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沉重，放松心情。我觉得，事情都会有转好的一天，好吗？OK，好，那我们第一个选项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那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米卡牌跟芝麻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你的月运哦。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出牌之前要先偷看一下，因为就是我有朋友跟我说，就是因为可能会被黄标，所以因为这副卡牌里面其实是有感觉有点不适当出现在各位视野里面的部位，因此如果等一下有出现的话，我可能要拿可爱小贴纸把它贴起来。所以我必须要先发现它才行，所以大家可能要就是稍微就是多包容一下。哦，可以。还可以。哇，是太阳牌耶！多一张哎。还可以。OK。
OK，那我们来开始进行选第二个选项的朋友，月运的导读。先来看有关于你的工作跟学业。工作的部分呢，我会认为呢，可能最近你的工作是一个比较不顺的一个状态，或是可能你进到这个月，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不顺的，就例如说裁员减少，或者是说可能客户减少之类的，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顺遂。那我会觉得给你的建议是，你应该要更放松的、更真诚的去面对你的客户，或者是更开心的去面对你这份工作，而不是每天都愁眉苦脸的。那应该会有所改善哦。再来就是，如果学业上，如果你会觉得很不顺遂，或者是说那可能在一些学费上面啊，或者一些补习上面，家人不太能够继续支持你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自己要多练习，多努力，就是在房间里面自己多努力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读书还是自己的啦，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自己去调整自己的读书计划。那我觉得能读书的人，其实无论在什么样子的场合，什么样子的情况，应该都可以好好的读书，能够静得下来读书这样子。那再来就我觉得也许你应该要，我觉得也许如果你就是在家里面觉得很吵，就是家人会妨碍你读书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学习这样子。因为钱币石是代表家庭嘛，那它倒过来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家人会有点妨碍到你学习了。那请你自己去图书馆，或者是找一个就 K 书中心都好，就是安静的角落，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读书，好吗？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财运。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朋友，你财运这个月就是会非常好。那我会觉得你可能有一笔收入，或者是你可能原本事业或工作的状况原本很不好，可是呢经过你的调整之后，有可能会反而会变得更上一层楼，变得更好。那又或者是可能之前你有买卖房子，或是买卖一些东西，那刚好这个月钱就进来了。又或者是可能例如说奖学金下来啦之类的，那也有可能是家人就是赠送你一笔钱这样子。那无论如何我觉得都很好。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有直觉觉得应该去买一个彩券啊或什么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去试试看啦。 OK 因为太阳牌是很幸运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感情。好，感情的部分，这3张牌是不同的感情关系的一个建议。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觉得你的感情在这个月其实是有一点混乱的状态就是可能原本你自己预想的一个步调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这个月突然开始就是可能一下子跟你的预想的情况一样，那一下子又突然之间失去掌控。
的这种感觉。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已经有伴侣，或是已经有男女朋友，或者是有喜欢的人的情况，那我会觉得你在这个月会有点失去自己的分寸，然后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沉着稳重的去面对。那我会觉得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 OK， 好，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个是目前没有对象，但是期待新恋情的朋友。我会觉得你应该没有，我觉得你应该没有，也没有特别想要交男女朋友就是不会特别想要去追逐这样子，现在的状况。那如果你有想要找寻一个新的恋情的话，那我觉得你目前那个消极的一个态度，其实是会让你没有办法找到新恋情的一个最大的关键。那我会认为，其实你应该要改善一下你现在的一个心态跟你的可能找寻恋情的方式好吗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单恋的牌，单恋的建议。看到这牌，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我两种都讲好了。一种呢是有一点是复杂的感情状态，就例如说，可能你喜欢的人，你单恋的对象他是已经有家庭的，或者是他已经是有人的，就他可能有男朋友女朋友的。那就是他不会是只是一个人啦。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月，我觉得会因为你的一个比较消极，应该说你可能也是因为他可能都比较在这个月都比较回归他自己的家庭，所以你可能就比较没有跟他有见面的计划，或者是比较难把他约出来，或是比较可能难说上话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复杂的情况也有可能选到第二个选项的朋友，你自己本身是有家庭的人OK， 好，那总之我觉得可能彼此因为其他的原因，可能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啊，照顾自己的孩子啊，那可能就让你比较没有办法去跟你喜欢的人多做接触，多接近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已经在一段关系里面，或者是已经是婚姻状态的朋友，那我会觉得相对而言，你们应该说你们这个月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比较一个没有确切计划的，就是比较随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反而已经有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朋友，其实并没有不好，就是我会觉得你们可能这个月没有什么计划，但是你们可能会为接下来的几个月，例如说可能例如说一些长假呀，那可能想要去哪里玩，那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计划，你们会在这个月会被提出来，那我觉得是很好的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是人际关系。OK， 那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朋友哦，我会认为你在朋友，就是交友的部分，我会认为可能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可能比较喜欢工作，或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成功的职业妇女，或者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些好的一些特质，那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个贵妇，就是可能家境不错，或者是可能环境都很好，那自己本身可能很悠闲，不需要太去为钱财忙碌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个月有一些你的行动可能会伤害到你的朋友，那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你可能要多小心一点例如说可能就是某某品牌的包包，就是前阵子我随便买就有啦，或者是那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那结果去吃了一个很贵很贵，可能朋友根本就负担不起的一家店这样子。OK， 好，那这一点可能要小心，就是也许你的一些无心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你可能觉得很一般、很普通、很自然，可是对于你的朋友而言，是会让他有点可能自尊心受挫，或者是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或甚至真的会让他觉得很破财的一个状态会出现哦，要小心。那接下来是家庭关系。好，那家人的话呢我会觉得你在这个月是比较能够做自己的，就是可能比较能够忙自己的工作，忙自己喜欢的事，忙自己的事业，那也比较能够好好的就是例如说把自己打扮好啦，或者是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就是多想想自己的事情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OK，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是还不错的，只不过就要小心如果是朋友的话，就不要太刺激，或者是给对方太过于沉重的一个压力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月有什么可能会有什么好事，或者会有什么样子发生什么样子不好的事情哦。我们来看这一张，这一张呢是会发生什么好事哦。那我会觉得是可能你已经忍耐很久的一件事情，你终于可以爆发了就是你可能已经忍耐很久，然后可能或者是某一些事情你一直都没有说，但是可能不是很好啦，我觉得就是某种层面上面其实情绪爆炸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你平常就是一个可能比较忍耐的一个个性，或者是不好意思说就是有些人可能你觉得他很白目，可是你就不好意思说他或什么的，可是这个月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突然间可能理智线断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就不忍了，然后有一些行为你就觉得你必须要去制止，那我觉得这个会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突破，或者是甚至例如说可能跟
朋友破冰啊，或者是可能会反而因此能够互相的更了解对方，然后或者是说，也许一时的冲动，结果你可能也许就争取到了什么 project， 或者是可能就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好处哦。OK，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样子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是宝剑随从。那倒着的情况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在某一些你可能该知道的事情，你可能没有调查清楚你可能应该要去掌握的一些资讯情报，你可能漏掉了什么哦。你可能要想一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是不是漏了什么事情，或没有本来应该要好好的调查的，可是没有查清楚。然后或者是有可能有一些人在后面暗中重伤你，可是你却不知道。对，你可能在背后被人家捅了一刀，你可能还不知道哦，要小心哦，好吗？好，那再来我们要看的是你该做什么，那不该做什么。这一张是圣杯5，那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会给你带来幸运。我觉得你需要反省就是我认为你应该要好好的省思一下，我觉得可能你比较对于某些事情，可能你比较没有太 care， 然后或者是说可能个性比较乐天一点，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会觉得有点乐天过头，或者是说自己可能觉得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说不定其他人会觉得没有那么的 OK。 那我会认为你可能在反省自己上面会有点略显不足。 OK， 那请你可能要多多的在这个月份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哪边得罪了人，或者是你有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失去了哪些人事物，你可能没有那么的介意，但是它可能给你带来的后果其实非常的严重，或者是超乎你的想象。 OK， 所以可能请你要多多的去反省自己，好不好？每日三省吾身。 OK， 好，再来，你不该做什么事情，这个也是讲同样的事这两张牌几乎是在讲同样一件事，同个方向。对，4个，对。这副塔罗很漂亮，可是因为它没有数字，所以我每次小阿尔克那我都要数一下。对 ，OK， 我会觉得你可能真的有一些该反省的事情没有反省哦，然后每天都还睡得很舒服，然后每天都很开心，不够反省。OK， 那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你可能一错再错，但是你自己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得
这样子不行，或者是说我应该要改善，你完全没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是不 OK 的哦，好不好？一定要好好的反省，然后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把它给解决，或者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OK， 好。那最后是 Key Card，是魔杖骑士。那出现这张牌呢，我会认为，我觉得你其实这个月应该会比相较于其他的月份来的有动力，来的可能会想要做一些事情，那可能脾气也会比较火爆一点哦。但是我会认为某种程度，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宝剑女王导者，就是某种程度而言，其实你多把自己展现出来，其实是好事。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付出一些例如说可能多一点的热情热忱，可能会让你这个月更丰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事业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多一点的热情热忱，回归到你对于面对工作的态度，那更多的真诚，更多的回归你的初心去做事。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会觉得有一种，你看它这个马，它其实并没有往前跑，它是有点 hold 住的感觉。那我觉得它是有点是储存能量，然后要往前狂奔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你是一个比较储存自己能量的一个月份。那下个月我觉得你就会往前狂奔，很不错。那请你在这个月份能够多多的储备自己的正面能量，然后好好的面对下一个关卡，好吗？下一个挑战。OK， 那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瀑布卡牌跟胡椒的朋友，我们来看你们的月运哦。
OK，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瀑布卡牌跟胡椒的朋友。这个月我们先来看你的工作跟学业的部分。我们先来看工作的部分哦。这是圣杯10，然后它还差一点点转正。我会觉得是，目前我觉得你工作的状态就是你自己是有在进行努力的工作。那我会觉得你再过一阵子，在这个月，你可能差一点点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或者是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做到你自己觉得可以满意的一个阶段程度。那持续加油哦，你现在的状态是我觉得是不错的，是很好的。OK， 那还差一点点，我们坚持到最后好吗？加油。那如果是学业的话，学业的部分呢，我会觉得可能你可能有点，这有2种可能哦。一种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因为感情，然后有点分心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也许你下一次的考试，甚至是大考，或是你想要考的一个证照，或者是你想要考的一个考试，有可能会没有办法达到你要的成绩哦。所以请你要稍微收一下心，好吗？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会觉得是说，我觉得你要投入更多的热忱跟你的精力在你的学习上面。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也许在读书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倦怠，或者是可能，在例如说可能写论文啊、写报告的时候，或者是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热情。那请你继续的燃烧自己的心，好吗？燃烧自己的热情。OK，你还再差一点点，一样，你再差一点点，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你就可以做到你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加油，好不好？帮你加油 OK，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财运的部分。财运的部分，我们抽到这张是宝剑骑士。那我会觉得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可能没有花到大钱，但是可能小钱一直有在花费。然后你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笔你想要花的钱，就是你会想要花的钱，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考虑之中。那我个人会觉得，可能你在，我觉得你是有保持理性，跟可能好好的有在管理，用你的聪明啊，用你的理智在管理你的钱财。但是我觉得其实最近可能有一样东西，或是有一些事情你会有点想要花钱花下去这样子。那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在这个月份，因为它还没有转正它还没有转正，甚至它还没有倒着就是它不是倒着的。所以呢，我会认为你可能接下来想要花一笔钱。那
我会觉得你还是可以再继续考虑看看。那实际上理性的思考到底真的需要吗？或者是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有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案之类的？我觉得你都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好吗？接下来我们来看感情的部分哦。这3张是不同关系阶段的补充卡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审判的牌。那因为它是完全倒着，所以我会认为你现在感情的状态可能没有办法有所改变，就是没有办法有所改变，而且我觉得可能状态并没有很好，我觉得并没有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是单身的状态，而且就是可能正在寻找新的恋情哦，那我会觉得你可能在这个月，你可能还是遇不到你喜欢的人，就是还没有办法遇到可以让你很心动的人哦。那我会觉得你就多花费一点时间，就是把时间用在自己的身上啦。那去实现自己，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是为将来准备的感觉但是你在这个月，我觉得可能是遇不到的。那我们就再期待下个月吧，好吗？那接下来如果是单恋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是可能你们在这个月也比较可能各自有家里的事情要忙，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些联络，有一些接触。那我会觉得这个月感情就是大部分都是停滞的一个状态就是选择到第三个选项，不好意思选择第3个选项的朋友，我觉得是会有个比较停滞的状态那我会认为你就好好的就是享受居家生活，那多陪伴家人，好吗？那感情就先让它放在那边吧，就这个月，好不好？那我们期待下个月能够有所变化 ，OK？ 接下来寒冬选到第3个选项，如果你已经有另外一半然后有或者是已经存在婚姻状态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怎么觉得这有点特殊？就是我会觉得会不会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现在的状况非常的不好，是不好的。然后或者是真的就是可能是有点远距离，我就是状况很不好，然后其实你内心是有点不安，然后会很想要知道或者是会很想知道对方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可能你会有点想避开他，然后会一直不断的就是去看他回来了没啊，或者是他在做什么啊，或者是就是会有点警戒对方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你们这个月还是僵在那里啦，就是还是卡住的。那其实我觉得你们就先
就先放着吧，就是彼此警戒，就这样子。然后也不要想说就是有什么解决，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改变，其实不会有。那我觉得你就保持现在的一个警戒，然后维持现状，就这样子，好吗？好。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人际关系的部分。OK，我们先讲朋友交友的部分好了。交友的部分，我觉得在这个月，我会觉得这个月应该你会有，我觉得你应该会有，就可能比较忙碌，或者是可能，我会觉得你可能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反而不太能够跟朋友见面，或者是聊聊天、聚一聚耶。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你就大家先各忙各的嘛。那等到大家都比较不忙了，有时间了，再一起出去吃个饭啊，或是去唱个歌，聊个天也好，好不好？那这个月感觉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事情想做，所以朋友的部分可能就要先把它给封起来，就是先放旁边咯。 OK， 那有关于家人的部分哦，我会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在想，因为我们刚才感情的牌也是有一点状况哦，就是婚姻的部分。那我会在想哦，你是不是有在考虑，就是离开家里，或者是就是可能会有想要离婚啦，或者是可能例如说假设如果不是在婚姻状态的情况，就是例如说可能是年轻的学生啦，或是刚出社会的人士，或是例如说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说可能跟家人住啦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不是指感情，就是不是指婚姻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在考虑说，诶，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学业或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家里啊？或者是说你可能现在目前面临到一个人生的分叉点，可是你可能不太能够跟你的家人讨论，就是你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的一个情况哦。那我觉得你可能稍微放慢速度，然后你把你的状况，可能你先站在原地，你先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那真正要的是什么？那还有就是综合一下所有的成本，你觉得你该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其实时间稍微放一些时间沉淀，或者是稍微不要这么急，你稍微慢慢的思考，我觉得很快你就会知道哪一条路是你该走的路哦。那如果是家庭的话，如果没有在那里例如说可能就是一个
婚姻结冻的状态哦，或者是可能跟家里面人闹得不是很愉快。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在想哦，那这个月要干嘛，或者是下个月要不要带小朋友啊，或是可能带家人去哪里玩啊？那你现在可能正在计划之中，这也是有可能的。OK， 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太好了。对呀，有时候会觉得算大众塔罗，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比较沉重的部分。那我有时候都会稍微的避重就轻，稍微避重就轻。那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说啦，这样子，那就大家听自己觉得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事？好，来，这卡这样很有趣，它是宝剑随从。那我会觉得哦，就是你可能，我觉得有一些情报或有些资讯是你不知道的，可是，你原本不知道，可是你就是很偶然的、很巧合的，不知道在哪里，你就突然之间接收到这个讯息，或者是你不小心的去察觉到，好像有点嗅到什么奇怪的，就是气味，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怪怪的，但你其实没有去调查，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直觉，那这个东西，这个直觉，或是这个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怀疑的事情，你可能没有去认证，但是这个东西，这件事情，这个感觉，它会帮到你，它会帮到你哦。就不是你真的认真去调查的，而是你就觉得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是这个样子。OK 好，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它会给你带来好事哦。所以，如果有人，我觉得如果有人跟你好像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你可能会连接到一个新的观点，或者是会突然之间带给你一个新的想法，这样子，或者是连接到你原本可能堵住的一个思虑、一个思维，突然之间就脑洞大开这样子，或者是就突然之间就想通了这样子。OK， 好，那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呢？OK， 那我会觉得这边有几点我可以说，第一个就是你要小心你的就是真的接下来如果你这张，就如果你的财运，就是你接下来可能想要买的东西，或是你想要做的，就想要花的钱，这边也要很小心哦。如果你是因为要买一批货，就是工作相关的，买一批货或什么的，那我觉得你可能真的要审慎思考，因为这张牌它是代表是说你有可能会失去你的收支平衡，或者是你可能在你的收支平衡之前，你又想要花一点什么钱，就是你还没有平衡你的收支，你就想要预支、超支，这是不对的。然后再来就是，对，当然工作上也是这样子哦，一定要注意。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认为，你可能在这个月
会有一些事情影响你，你原本想要能够多调整自己的身心灵，能够平衡的，可是却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平静，或是让你能够一直都很乐观、积极、正面的去做事、去生活。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事情会去撸你，会去烦你，这样子让你没有办法那么的好的去，就是那么的放心畅快的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很讨人厌的一些小事情一直出现这样子，会有这种感觉。那再来，什么会给你带来幸运？那就是叫你动起来啦。魔杖八就是告诉你，你应该要迅速的展开一些行动。那或者是你可能会我觉得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事物很快的流动，就是可能事情突然之间就开始启动了，开始动了。那我会觉得你就要跟上这一波，然后不要犹豫。就是例如说可能你看到了商机，你看到别人可能都还没有开始察觉，可是你察觉了，可能跟这有关哦。那你就要比别人更先去行动。OK， 好。那或者是你有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你都可以尽速的、尽快的付诸行动，会很好。再来就是你不该做什么。出现死神。好，那我会觉得如果你有想要做什么决定，就不要卡在那里，就是要就去做，不要就不要做，那就前进下一个阶段。我觉得你现在是处在有一个有点犹豫不决，或是有点动弹不得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动然后可是这个状态其实是最不好的，就是你要不然就就是全部都死心，你就这样子吧，你就算了，不要想，不要妄想，你要可能改变现状，或者是要前往下一个阶段，或者是要终结某些事情。那或者是说就我觉得你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没有解答，然后又没有任何行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要让自己好好思考一下，究竟是真的要屈就，或者是接受现状，还是你真的应该要往下一个阶段，就往下一个阶段走。那如果你要往下一个阶段走的话，势必要断舍离，那就是一个周期结束之后一个重生，不要卡在这边，好不好？好，有点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状态，我觉得。你看这边也是，它是个岔路嘛，就是到底要断舍离，还是就干脆就不要想这么多，那就留在原地吧。到底是哪一条路？你现在正在一个，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的 key card， 这张是
圣杯六。那出现圣杯六的话，我会认为呢，有些事情可能跟一些因果关系，或者是我是很不想讲这个，就是有可能真的跟一些，也不能说就是那个前世今生啦。好了，我真的很不喜欢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认为前世今生真的不是我们凡人可以讲的。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无法解决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脱离的一段关系，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不想一个人，或是之类的哦。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比较卡在那里的一个状态，也许真的跟一些一直以往以来的一些缘分有关，就是你们可能有一些缘分的牵引，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因果在里面啦，好吗？就是我话只能讲到这边，那我会觉得是真的有些因果在的 ，OK 那我会觉得你这个月呢，就能去，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你先想清楚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然后能怎么样子去解决。应该说你先确定你自己要不要解决吧。如果你不想要解决，那你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你现在你面对的一个可能关卡或者是挑战。那如果你自己确定了你的心意，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决定，那我觉得你就放手放心的去执行，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哦，好不好？那祝福你咯，好吗？ OK， 那我们第3组的朋友，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那我们今天3个选项的导读都结束咯。最后想要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第一个选项兔子卡牌跟盐的朋友，给你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有点迷失在太多的选择里面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月，你应该要先分析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然后真正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再调整你自己的可能脚步，调整你自己的优先顺序，然后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想做的事情有没有是同一个方向。那如果有，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在这样重新思考之后，我觉得你会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其他的路或其他的选项哦。那给你带来幸运的东西，例如说，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月多喝一点好喝的水，然后或者是喝一些汤，然后再来就是也许可以多可能给自己抹一些身体乳液，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多放松，然后皮肤也维持良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会给你带来幸运。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去一些沙滩呐，或者是可以看到海，那就是赤脚可以感受到大地，可以感受到沙子，就是泥土、沙子，干净的泥土跟沙子的一个地方，都会给你带来幸运。OK。OK，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选择米的卡牌和芝麻的朋友，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会觉得你最近可能有点迷失自我了，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重新的看看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值得你珍惜的人事物，可是你却一直都没有去看到他们，或者是忘了要珍惜他们呢？那我会觉得你可能都会把很多的事情都认为理所当然咯。就如果你已经有点忘却了真正重要的人事物，自己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幸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可能就会迷失你自己人生的方向。那所以我觉得你可能重新的看一下自己的周遭，哪些人他们是爱你的，哪些东西事物是你爱的，好不好？那重新的去好好看待这些人事物，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幸运跟帮助哦。那如果你很需要疗愈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吃一些米做的一些料理，或者是饼干啊，或者是甚至是酒哦，因为米就是日本酒哦，也是米做的哈，或是像还有什么呢？米做的，如果是我们台湾就是蹦米汤是吗？蹦米汤是米做的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多锻炼自己下半身的肌肉，或者是你的可能有时候多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吧。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戴一些金色的项链，或是金色的首饰，金色的装饰物，其实也会给你带来幸运。那如果真的没有就是例如说真的不喜欢戴项链戴饰品的话，那也可以找一些有缝金线或金色丝线的东西都不错。那另外就是可以看一些乡野里面的一些田地啊，或是农田的风景，对你都还不错哦。OK。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选择瀑布卡牌跟胡椒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你现在把自己卡在一个地方，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原本可能已经停滞了一阵子了，那我觉得现在是开始流动的时期咯。我建议你可能不要重复的去做一些事情，不要
不要让自己停滞在那边。那我觉得你自己要开始下一些决定，下一些决断，然后针对这个决断，这个方向，你就勇敢放手的去做，无论你是要断舍离，或者是你真的是要保持就这样子不变，那也是一个选项嘛。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你都勇敢的去执行，然后好好的去做你该做的选择。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情况，那我觉得你就先动起来，先试着走一步看看，先进行一点点，也许你就会发现真的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 OK， 那如果你有时候很需要疗愈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喝一些流质的，喝一些流质的东西，就例如饮料啊、汤啊，或者就是喝一般的水也是可以，就是你要感受那个水流的感觉，就是喝的时候你稍微意识一下你自己是在喝水或是在喝汤这样子，然后或者就是去冲个澡也不错，我就淋浴冲个澡也不错。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开车或者是骑车，或者是可能骑个脚踏车，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让自己有一点速度感，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真的去看一些瀑布啦，但小心危险啊，小心安全。那或者是温泉，其实也不错，就是有些泉水涌出来的地方，也是可以给你带来幸运跟疗愈哦。OK， 那我们这一次的无限月运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 Loka 六花，这里是六花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或者留言给我，看你们是选择哪个选项哦。好吗？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下次再见。